单位确实忙不过来，我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，还得坚守岗位，每天下班都筋疲力尽。这天回家看到老公正在煲电话粥，他表情显得有些焦虑，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电话那头应该是他母亲，看到我进门，他匆忙结束了通话，转身走到阳台上继续讲。等他打完电话，面露难色地跟我说，老家快要拆迁了，妈说没地儿住，想过来我们这里暂住几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说起拆迁，他妈妈都嚷嚷了好几年了，当初媒人也是以这个为卖点，说服我爸妈，说他们家将来会是拆迁户，条件不会差。我其实不太乐意，一想到他妈妈那副做派，我就感到不自在。但为了不让他为难，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反正再过不到1个月，我就要生了，到时候去月子中心待1个月，也省得求婆婆来伺候我，花点钱买个清静。没想到婆婆动作这么快，第2天一大早就来敲门。江浩还沉浸在梦乡中，迷迷糊糊地去开门。周末我们本想好好睡个懒觉，结果就听到婆婆的大嗓门在门口响起，都这个点了还在睡，你们俩可真是享福啊，哪像我老太婆，来儿子家还得先申请。对于婆婆这种含沙射影的说话方式，我早就习以为常了。自从我和江浩谈恋爱开始，他就一直是这副态度。他的姐姐也一直没拿我当自己人。听到动静，我赶紧起床穿衣，走出去叫了一声妈。婆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自顾自地进屋四处张望，一脸嫌弃地说，这房子也太小了，还乱成这样，人能住吗？也不知道收拾收拾。江浩给了我一个歉意的眼神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婆婆还在那儿絮叨，要不是江红家那么远，我才不来这儿住呢。江红，我大姑子，跟他妈一个德行。江浩连声附和，是是是，然后忙着帮他妈搬行李进来。我的孕期已经进入后期，双腿微微浮肿，站立过久便会感到不适，因此打算返回房间稍事休息。但婆婆显然不打算让我这么轻松地度过这个午后，她以近乎命令的语气对我说，小琴，去换身衣服，跟我一起去买点菜，中午你大姐他们要过来吃饭。妈，还是我去吧，小琴现在身体不方便。江浩试图为我说话，但他的话还未落音，婆婆就带着讥讽的口吻回应，现在的人就是娇气，想当年我怀着你的时候还要干农活呢，活动一下对她也有好处，生孩子也会更顺利。我深知与婆婆争论无益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尽管心有不甘，还是换了衣服准备出门。江浩提出开车送我们，但婆婆立刻反对，家里这么乱，你不留下来收拾一下，一会儿你姐他们来了坐哪儿？我们走路去超市就行了，反正也不远，超市离家至少有2公里远。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，我挺着个大肚子，实在是有心无力，但婆婆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，我只好咬牙跟上。买完菜回家的路上，我已是疲惫不堪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，婆婆依然没有放过我的意思。她要求我进厨房帮忙准备午餐，而江浩则被她派去接江红一家，忙碌了整整1个上午。就在我准备端上最后一个菜时，江红的孩子壮壮挥舞着一柄玩具木剑冲向我，我惊险地躲过一劫，否则那木剑恐怕就要直接刺在我肚子上了。我刚想发火，壮壮就被他妈妈叫了回去。这孩子明显被宠坏了，
而江红作为母亲，不仅没有任何歉意，反而还夸赞她的儿子：“壮壮，你跑得真快，妈妈为你骄傲。”此时，婆婆系着围裙从厨房走了出来，一副女主人的模样，热情地招待着江红一家入座。我们家的餐厅不大，椅子也没几把。等他们全部的人坐下来之后，我已经没位置坐。江浩看我没位置坐，主动起身想让我坐，结果被婆婆按住了。你坐，我的位置让给他，行了吧？婆婆的脸已经黑到了极点，餐桌上的气氛也很尴尬，仿佛下一刻只要我敢坐，他们就一起口诛笔伐我。我识相地说了句：“我还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”然后我就回房了。门外还能听到江红嫌弃的话：“小弟，你们平时就住这么个破地方啊，跟个鸟笼子一样。”江浩的声音明显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姐，快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”他怎么好意思嫌弃我家？要不是乡下要拆迁了，她和她老公不得已从我婆婆家搬了出来租房子，否则这一大家子还挤在我婆婆家乡下的小平房里呢。江红的老公倒是全程自顾自吃着，没说一句话，整场只能听见我婆婆和江红的声音。听见江红说：“妈，到时候我们买个大平层，把您接过来，我可舍不得让您住这种鸟老。”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江红要买房？要知道，江红和她老公都是好吃懒做的人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从结婚以后就一直在我婆婆家啃老。他们什么时候有钱买房了？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正当我诧异的时候，我的房门被踢得作响，正是壮壮，一个7、8岁的孩子，力气已经很大了，那门都快被他踢破了。可愣是没一个人出来制止他。我受不了了，打开房门，告诉他别踢了，门会踢坏的。就这么一句话，江红就发飙了，开始朝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的破门谁稀罕踢？大不了踢破了，我们赔钱就是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知不知道吓着我们壮壮了？”那壮壮也是个人精，一副很委屈的样子，躲到了江红怀里。我还没说话呢，我那婆婆忍不住跳出来了：“你干嘛凶孩子？他还小又不懂事，你难道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吗？门被踢几下怎么了？”我本就压着一肚子火，要不是看在老公的面子上，我连门都不想让他们进。可他们倒好，把我的忍耐当成理所应当。我朝江浩看了一眼，江浩示意我别跟他们计较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我不去理会他们，转身回房，重重地关上了房门。外面传来了更难听的声音：“江浩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媳妇你也不管管，有她这种态度吗？这么对我和妈，眼里还有长辈吗？”江浩窝囊地在一旁附和：“是，姐你别生气了。小琴她怀着孕，孕妇的心情比较敏感，可江红一直不依不饶。怀孕了不起啊，谁没怀过孕一样？就是要我说江浩啊，你就是太惯着她了，看把她惯得都成什么样了。”婆婆和大姑姐一言我一语的，老公只能在一旁一个劲的赔不是。还没结婚的时候，别人就告诉过我，说江浩的母亲和大姐是个厉害的人。我想着，我是嫁给江浩，又不是嫁给他妈，大不了结婚以后不住一起就行了。可现实就是，我想的太简单了。门外谈论的声音渐渐被壮壮的声音取代了。这个熊孩子又拿着木剑在敲打鱼缸，那鱼缸里的鱼可是我爸的心肝宝贝，放在我这小房子里可是镇风水的。我生怕这熊孩子把这些鱼该怎么了，连忙拿出手机给江浩发消息：“别让壮壮搞鱼缸，万一弄坏了，我爸怪罪下来不好。”结果江浩的信息还没回过来，
我就听见外面砰的一声，完了！我心里一惊，我连忙打开房门，就看见我爸的宝贝鱼和鱼缸都散落了一地，满地的玻璃碎渣子，壮壮像是被吓坏了，哭得特别大声，惹得我婆婆和江红一直在哄她。结果我还没开口，江红就恶狠狠地瞪着我说：“家里放什么破鱼缸，伤着我儿子了，你赔得起吗？”这样厚颜无耻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回怼道：“这鱼缸里的鱼可价值好几万，是我爸的心肝宝贝，你儿子弄坏了，打算怎么赔偿？”江红不可思议地盯着我，那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一般。我那婆婆听到之后，更是开始撒泼打滚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弊呀？生了个好儿子，给我娶了这么个儿媳妇啊！一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，一边哭喊着。我老公现在两边都不想得罪，可又不能看他妈这样，只好先撇下我顾他妈。江浩什么都好，只是有点愚孝。我当初也就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好孝顺，才选择嫁给了他。可现在看中的东西却能变成最后伤害自己的东西。江红叫嚣着：“我儿子被你的鱼缸吓坏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没完，我要带我儿子去验伤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肚子里几个都不够赔的。”听到他讲我肚子里的宝宝，我决定不再给他们面子了，这是已经完全触碰到我的底线了。我冲上前去，指着墙角的监控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你报警吧，我倒要看看警察看了这事发经过会怎么判。”小琴，你少说两句，姐不是那个意思，事情都这样了，江浩还想当和事佬，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换来的只有他们的变本加厉。我冷静地掏出手机，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电话还没接通，我的婆婆就从地上爬起来去抢我的手机。带着肚子的我怎么会是婆婆的对手呢？她一把抢过了我的手机，把我推在了地上。我顿时感觉肚子隐隐作痛，头上冒起了冷汗。我喘着大气喊着：“江浩，江浩，我肚子痛，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”江浩已经愣住了，完全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手机握在手里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妈夺了过去。去什么医院？我看你就是装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找个借口想去报警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别想。婆婆的嘴脸在这一刻已经暴露无遗，在她的眼里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死是活，与她没有一点关系。她关心的只有江红和她的儿子。肚子的疼痛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，我不想去跟她争论什么，只是望着江浩求救。可江浩的态度却让我大吃一惊，他像是被他妈下了迷魂药一样，对他妈的话言听计从。小琴，你别演了，妈就轻轻碰了你一下，你怎么可能会肚子痛呢？江浩的话让我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大失所望，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我的好老公江浩，态度都很明确，一口咬定我是装的。就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我婆婆不会弄我的手机，左滑右滑，没给她挂掉，反而还被接通了。那铃声是我爸的专属，我拼了命地喊着：“爸爸，救救我，快来救救我！”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听见了，但是我婆婆的手明显颤抖了起来，看来是有些着急了。她一把摔碎了我的手机，跟江浩说：“快把门锁好，今天你别想出这个门。”江浩看着脸色苍白的我，好像是有点于心不忍了。他小心翼翼地问着婆婆：“妈，要不先把小琴扶起来吧？”我看她表情真的有些不舒服，结果换来了婆婆的一记白眼：“你就是心善，一直被他骗。你看他哪像是有事的样子，分明是装的。”见我婆婆这样说，
江浩居然没再反驳了，而是听他妈的话去锁上了大门。江红此刻的脸也是得意至极，搂着壮壮哄着他：壮壮乖，别怕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壮壮听了江红的话，果然胆子更大了，拿起手里的木剑就开始戳地上的鱼。可怜的那几条龙鱼本来还没死，这下活生生被木剑戳死了。我实在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，才能把一个7、8岁的孩子教得如此冷血无情。没一会儿，屋外就响起了敲门声，是我爸的声音：小琴，小琴，你在家吗？快开门！我激动地想喊出声，可肚子刺痛的让我没了力气。江红见状，连忙捂住了我的疤，我挣扎着，却发不出一点的声音。我拼尽了力气，也没能挣脱江红的手，心里急得都不知怎么办才好了。我爸的敲门声还在继续，语气也是越来越担忧：小琴，小琴，你别吓爸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敲了老半天门，也没有反应，敲门声渐渐没了声音。我以为我爸走了，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了。我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江浩，江浩像是有些心虚，不敢跟我直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好先生，这么体贴温柔的男人会变成这样，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被欺负，更何况肚子里还有他的亲生孩子，这里面一定有鬼，不然江浩不会这么冷静的。几人见门外没了动静，神色缓和了不少。婆婆更是满脸得意地看着我说：你就别想着出去报警了，安分点待着。我实在没了力气，死死地捂着肚子，心里说不出的绝望。就当我以为没救了的时候，门被打开了，外面站满了穿着蓝衣服的消防员。我爸见开门见我瘫坐在地上，脸色很不好，连忙冲进来扶起了我。婆婆和江红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门外好端端出现了这么多的消防员？这时候警察也来了，说是有人报警讲孕妇一个人在家发生了意外。我虚弱的已经讲不出来一句话了，只能任凭我爸扶着我。我爸现在的心思全在我身上，生怕我出点什么三长两短。可就算这样，他也察觉到了这件事不简单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敲门，却没人给他开？为什么让我一个孕妇瘫坐在地上而不管我？只是现在去医院要紧，其他的账回头再算。不一会儿120也来了，我坐上了医院的轮椅。我婆婆还想阻止我，却被江浩一把拉住了。这个时候警察也在。江浩知道，若是他妈现在在无理取闹，吃亏的只能是他们。我坐上了救护车，一股消毒水味扑面而来。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医生在问我爸我的情况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着病床上了。我下意识地摸向了肚子，发现我的肚子竟然瘪了。我慌了神，挣扎着想从病床上下来。护士见我情绪激动，立马走了过来。我拉住了他的衣角，焦急地问道：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他怎么了？你先别激动，你的孩子好好的，只是因为早产住进了新生儿科。听到护士说孩子还在，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下。这时候我爸打水回来了，见我下了床，连忙过来：你刚做好手术，别乱动。见爸爸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为我操劳奔波，我眼眶一下子红了。爸，对不起。爸爸一下子抱住了我，语气哽咽：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？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哭，对眼睛不好。我点点头，乖乖地躺回了床上，问着他：爸，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想去看看他。我爸叹了口气：是个男孩。因为早产各项指标都不太好，现在在新生儿科，你好好休养，
等过几天我带你去看他。”我的眼泪再一次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我难过地摸着肚子，回忆着他在我肚子里的点点滴滴。宝宝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害你刚出生就要受这么大的罪。可我转头想到，这些都是我那好老公江浩的一家子带给我的，这个仇我必须得报。凭什么他们能这样对我，这样对宝宝？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对我爸说道：“爸，我要和江浩离婚。当初您说的没错，他根本配不上我。当初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江浩好，为人孝顺，我家里是一个人都不同意的。现在看来是真的，父母不让你嫁的人绝对不能嫁，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了。”我把那天的事情经过悉数讲给了爸爸听，我爸听得火冒三丈，恨不得现在就去找江浩算账。我连忙拉住了他的手，示意他别冲动。现在我们是受害的一方，要是我爸去找江浩算账了，我们就变成过错方了。我冷静下来，思考着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处理。离婚是必须的了，他既然能抛下我和我的宝宝，那这个男人已经不配成为我的老公和孩子的爸爸了。这时候，我爸的手机铃声响了，是江浩打来的电话。我爸本想直接掐掉的，但是我让他接，而且语气要平和，不能冲动。我爸打开了免提，江浩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：“小琴，你快让你爸去派出所解释一下，说我们不是故意推你的，还有壮壮他还是个孩子，也不是有意弄坏鱼缸的。”这个男人居然打电话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我和宝宝，而是为了欺负我的那些坏。我只觉得以前我是瞎了眼，会看上这种男人。我爸气得开口就想骂他，我拿起了手机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江浩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”电话那头的江浩没说话，像是愣住了，接着又像是哄我似的说：“小琴，我们还年轻，孩子还会有的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我妈和我姐从派出所弄出来。”原本我还想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的，可他居然一点都不在意孩子。这样冷酷无情的男人，还留着过年吗？我冷冷地回了句：“你妈是罪有应得，至于你姐的儿子，赔钱就行了。”说完，我不等江浩回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。我拿起我爸的手机，登上了我家的监控，将今天的监控下载了下来，丹鸾觉悟术里备份了一份。我的手机被江浩的妈摔烂了，趁着他们还在派出所扯皮，我要赶紧留好证据。下午派出所来人了，说是要找我了解一下当时的事发情况。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当时的情况，做笔录的民警都愤恨地骂江浩真不是人，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老婆。我将手机里备份好的监控视频给了民警，也表达了我现在的诉求。第一，我要追究夏永荣女士江浩的妈对我的故意伤害罪。第二，要求江红对他儿子的行为负责，赔偿损坏的鱼缸以及里面鱼的价钱。民警将我的诉求记录了下来，嘱咐我安心休养，然后就离开了病房。他们刚走，病房里就来了不速之客。江浩火急火燎地来到了我的病床前，眼睛布满了红血丝，胡子拉碴，看得出应该是一个晚上没睡了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的神情，凶狠得像个陌生人。他一把拉起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，你快跟民警说是你自己摔倒的。”他的力气很大，我又刚生产完，身子虚弱得很，被他拖着下了病床。路过的病人一直看着我们，有几个热心肠的想上来帮忙，结果江浩瞪了他们一眼说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夫妻吵架吗？”那些人一听他是我老公，
想着家事他们也不好插手，也就没再管了。好在有个值班医生看见了，连忙制止了江浩，厉声批评道：“病人现在刚生产完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”结果江浩根本听不进去，而是态度极差地骂医生：“少管闲事！我自己的老婆我心里有数。”医生见惯了这些家长里短，索性也不跟他争论，直接喊来了保安。几个保安把江浩控制住，过来的护士将我扶到了轮椅上，我这才得以脱身。后来江浩好像又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他这才不得已出了医院，去了派出所。我爸来的时候，听到了我刚才的遭遇，吓坏了，手里提着的汤盒都在不停地抖。没办法，为了江浩不再骚扰我，能让我安心地坐个月子，我不得已将宝宝一个人留在这家医院的新生儿科，自己则是转院到了一家远一点的医院。好在江浩并不知道我骗了他，还以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没了，所以宝宝一个人在医院是安全的。况且新生儿科是不允许人随随便便进入的，所以我才能放心一个人去了别的医院，心里满是对宝宝的不舍。但是我别无他法，转院的这段时间里，江浩不停地打我爸的电话，拉黑了一个号码就换一个别的号码继续打。我爸没办法了，只能关了手机。结果他找到我家去了，邻居传的风言风语，说是江浩快把我家翻个底朝天了。我联系了一个熟悉的律师，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很擅长打这类的离婚官司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家的钱一直都是江浩在管的，我很信任他，所以从来不去查他的账。但是那天我听到江红的话，说他们马上要买大平层了，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的钱可能出问题了。齐律师听了我的遭遇，也是愤恨不平，安慰着我，叫我别担心，他会帮我解决好这件事的。随着时间一天两天过去，江浩一直找不到我和我爸，居然找到了我们当地的一家电视台。这个消息还是齐律师告诉我的。我打开了视频，出现了江浩的脸，他哭诉着对着镜头说：“小秦，快回来吧，我不怪你卷走了我们所有的钱，只要你肯回来好好跟我过日子，我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的。”说完，他又对着镜头展示着我们之前的照片，很多照片都是他在做家务或者烧菜，我那时想着记录生活随手拍的，而现在这些照片却变成了证明他是个好好男人的证据，而我变成了卷走钱的恶毒老婆。因为我出事之后，我跟我爸就消失了，也没联系任何亲戚，所以那些人就将我们自动带入了携款私逃的角色里，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对我的行为进行了全方面的抨击。我竟然没发现江浩的戏能演得这么好，现在的他已然是大家心里的好好先生了，先入为主的将这件事转变过来，成了他是受害者。我气愤地关上了手机，不自觉握紧了手，指甲都快嵌到肉里去了。齐律师给我倒了杯水，说道：“现在的舆论情况对你不利，派出所那边起诉也没那么快。江浩他妈已经找人托关系先放出来了，时间都过去半个月了，我的宝宝还在新生儿科，没跟我见过一面。这诸多的打击一瞬间向我袭来，我人都快站不稳了。”齐律师贴心地扶着我，大概也知道我现在手足无措，多亏他帮我安排好了一切。现在的电视台为了收视率，也不管事情具体是什么样的，谁对谁错，只要能博人眼球，他们就愿意采访。齐律师帮我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律师函，里面写清楚了江浩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我的诽谤。原来采访江浩的电视台又发现了新的亮点，
连忙联系了齐律师，希望能采访我。齐律师将电视台的想法告诉了我。本想着我应该是不会答应的，我一直都是有点懦弱的，否则也不会任由他妈和他姐欺负我这么久。可是现在我已经做妈妈了，俗话说为母则刚，我为了我可怜的孩子也要坚强一把。我答应了电视台的采访，将江浩一家子的行为全部告诉给了记者，并且将我手里备份的视频也交给了媒体，希望他们能为我澄清。电视台的效率就是高，采访完我的第二天，视频就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，舆论开始发酵。之前有不少同情江浩而骂我的人，开始认真梳理起事情的真实情况，包括我的单位领导都因为这件事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，说我在单位里人缘很好，更是个好妻子，压根不是江浩口中会卷款跑路的坏女人。江浩大概没有料到我能反击得这么快，于是又联系上了电视台卖惨，说他只是因为联系不到我才欺骗大众的，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关注我。很可惜现在的观众已经不买他的账了。电视台跟齐律师也算有点交情，在江浩再次卖惨之后，将我给他们的监控视频放了出去，一时间所有的电视台、网络、自媒体都在疯传我的视频，很多人都在视频下为我发声。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对这样一个怀孕8个月的孕妇动手？简直禽兽不如。更是有很多人质问，婚姻到底给现在的女性带来了什么？婚姻和爱情，我相信肯定是美好的，只不过我遇人不淑，网络上的风向已经转变了，大家都在同情我的遭遇，谴责江浩一家子的行为，甚至有人人肉出了江浩一家的信息，将他们一家子的信息全部曝光在了网络上。齐律师跟我说，他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并且帮我申请了人身保护令以及离婚后的各种财产分割。我感谢他的帮忙，现在的我只想赶紧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，拿到属于我的一切。舆论的发酵也让派出所重新定义了这次案件的恶劣性质，他们重新将江浩的妈拘留了，说是会重新审理这个案子。江红因为这件事也被她老公打了一顿，她老公闹着要跟她离婚，说是受不了她这样的恶婆娘，并且将她这些年从婆家拿的钱全部都要了回去。至于江浩，因为受不了网络上的谩骂以及亲朋好友的指责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丢了，身上还背负着骂名。多重压力下，他居然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。好在发现的及时，被邻居送去了医院洗胃，这才得以脱险。但是这些事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我现在只想着我的宝宝，所以我跟医院申请了提前出院，然后去了宝宝所在的医院。当我隔着玻璃看到保温箱里小小的他，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这么小的孩子刚出生就要遭这么大的罪，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，今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，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，将他培养成才。我联系了月嫂，还有专业的营养师，为我制定了一系列的营养月子餐。现在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养好身体，然后照顾好我的宝宝。至于江浩，我已经不恨他了，因为恨一个人远比爱一个人要辛苦得多。出月子之后，我跟我爸去派出所签了字。江浩的妈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3年，而我跟江浩也顺利离婚了。他因为愧疚净身出户，孩子归我。江浩在离婚冷静期的时候来找过我几次，我都让保安将他拦在了楼下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的瓜葛了。
后来他大概是死心了，给我发了条很长的短信，说他知道错了，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弥补我和孩子，还说他今后不会再婚，只想一个人好好工作，然后看着孩子长大。但是我没有回他的消息。有些人有些事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就像是一面有了裂痕的镜子，再怎么修复也回不到当初了。而且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经济和精神的独立，不能将自己的后半生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，因为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现在我的宝宝已经1岁多了，会喊妈妈了，每天听着他软糯糯地喊我妈妈，我的心都要化了。这1年来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专门教人插画，也算是圆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。而且工作室的收益很不错，足以支撑我跟宝宝的日常开销了。我爸也在去年退休了，现在每天就在家帮我带孩子，然后去公园溜溜弯、下棋。至于江浩，听说他后来去了别的城市发展，具体在哪里我也不清楚，也不想去了解。现在的我只想跟我的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，至于其他的人或事，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时间荏苒，光阴似箭，我的宝宝已经3岁了，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。这3年里，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因为工作室越做越大，我已经从之前的小工作室换成了现在的大平层写字楼，还聘请了好几个专业的插画老师一起跟我管理这个工作室。我爸在这3年的时间里也苍老了许多，头上的白发都遮不住了，但是他现在每天还是乐呵呵的，因为他现在就只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然后钓鱼，陪老伙计下棋，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很满足了。孩子现在也很懂事，知道我每天要工作，所以他一般不会来打扰我，但是每天下班的时候，他都会乖乖地站在门口等我，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这3年里，江浩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我也渐渐将这个人忘记了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身边也不乏有优秀的男士追我，但是我都一一拒绝了，因为现在的我只想先搞事业，然后照顾好我的家人。至于爱情这个东西，实在是太奢侈了，我有过一次就已经足够了。况且现在的我很享受单身生活，不想去触碰爱情了。幼儿园举办了第1次的亲子运动会，我爸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剧烈运动，所以这个重任就交到了我身上。我推掉了那天所有的工作，专心陪孩子参加运动会。运动会上，宝宝表现得很出色，因为我每天都会让他坚持锻炼，所以他的体力很好。在跟小朋友的比赛里，他都是第1名。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在赛道上努力奔跑的样子，我的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。这3年的时间里，我跟他爸爸都没有任何的联系。虽然宝宝有时候会问我爸爸在哪里，但是我都会告诉他，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，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。所以在他心里，对爸爸这个概念已经很模糊了。他只知道每天外公会送他上学放学，妈妈会努力工作，给他买很多的玩具。至于爸爸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运动会结束之后，我跟他一起合了影，然后将照片发在了朋友圈，配文今日份运动健将。刚发出去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了很多的点赞和评论，大家都夸我的宝宝可爱，还有很多人羡慕我现在的单身生活。我礼貌地一一回复了他们，然后就将手机放在了一边，开始陪宝宝玩积木。这个时候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原以为是谁给我发的消息，
结果打开微信一看，是有人请求添加我为好友。原本我是不想理的，但是看到验证消息的时候，我愣住了。上面赫然写着：小琴，我是江浩，听说你现在过得很好，孩子也这么大了，我能看看他吗？就当是一个父亲的小小愿望。我不知道江浩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微信号的，但是我并不想通过他的好友请求。现在的我有事业有家人，生活得很幸福，不想再让这个男人来打破我平静的生活，所以我没有理会他的好友请求，而是将手机关机，继续陪孩子玩积木。宝宝似乎也察觉到了我情绪的低落，他放下了手里的积木，然后抱住了我说道：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开心吗？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说道：妈妈没有不开心，妈妈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那妈妈不要想了，宝宝会一直陪着妈妈的。说完，他还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，我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，抱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，说道：谢谢我的宝贝，这样妈妈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他也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一个劲的点头，然后傻乎乎地笑着。有些时候，孩子真的是上天赐予的礼物，他能在你不开心的时候给你带来情绪上的安慰，也能在你开心的时候跟你一起分享快乐。我很庆幸当初自己将这个孩子留了下来，也很庆幸我遇到了一群善良的人，帮我走出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。现在的我有爱我的家人，有成功的事业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至于其他的东西，就顺其自然吧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会遇到一个跟我灵魂契合的人，又或许我会这样单身一辈子。但是不管结局如何，我都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然后继续努力地生活下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